俄总统普京宣布进行部分军事动员后，引发国际震动。美国总统拜登指责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欧盟方面则宣布会于下周3推出新一轮对俄制裁。多个北约成员国表示，西方的支持正在发挥作用，而他们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当地时间周3，就在普京宣布进行部分军事动员后几个小时，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对俄罗斯及普京本人进行了严厉谴责。Russia has shamelessly violated the core tene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Just today, President Putin has made overt nuclear threats against Europe and a reckless disregard fo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Now, Russia is calling up more soldiers. 外界注意到，尽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但并未出席拜登的演讲，只是派出一名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2号在一档节目中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从虚假援引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核威慑的言论开始他自己的发言，这么做完全不体面。美国总统加剧了目前被美国媒体炒作的东西，这绝对是强加给公众与舆论的联合宣传，与实际所说的内容相反。事实上，这并非拜登首次警告俄方不要不负责任地威胁动用核武器。日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专访时，主持人询问拜登如何回应俄罗斯可能使用化学武器或战术核武器。拜登面对镜头连说了3声不要。Don't. 而对于一旦俄军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将作何反应，拜登并未详细说明。You think I would tell you if I knew exactly what it would be? Of course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It'll be consequential. They'll become more of a pariah in the world than they ever have been, and depending on the extent of what they do will determine what response would occur. 在此之前，俄方已多次亮明4个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其中一个就包括俄罗斯领土遭受打击，俄罗斯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半岛电视台9月20号报道指出，俄罗斯没有完全控制准备进行公投的4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上述4个地区最终通过了入俄公投并获得俄罗斯的承认，那么将出现俄罗斯与北约在俄乌战场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周3警告，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发表的俄在面临核攻击威胁时会使用一切手段保卫本国的言论并非虚张声势。当地时间9月22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俄罗斯已经宣布对于新加入俄罗斯的领土，包括战略核武器和新型武器在内的任何俄罗斯武器都可以用于防御。据外媒统计，俄罗斯的战术核弹种类繁多，具体数量难以统计，但目前保守估计不会低于2000枚。从空天军到陆军、海军，俄罗斯军队列装的战术导弹几乎都可以搭载核弹头，从而升级为战术核武器。例如，俄海军装备的玄武岩 P500 重型反舰导弹，以及最新列装的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它们都可以搭载战术核弹头。陆军方面，如最先进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400公斤战斗部不仅可装载高爆弹头，而且也可搭载战术核弹。俄海军方面最著名的战术核武器非波塞冬核鱼雷莫属。今年7月，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用于搭载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正式入列俄罗斯海军。为了搭载最新的波塞冬核鱼雷，俄罗斯特意对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进行了深度改装，长度延伸到184米，排水量高达3万吨。作为对比，俄军新锐的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长度170米，最大排水量不超过2.4万吨。有分析指出，若西方步步紧逼，迫使俄方动用到战术核武器，意味着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后果不堪设想。态势如果继续的升级恶化，从理论上来讲，俄罗斯发动这种核打击是存在一定概率的。最受影响的其实是整个欧洲的地缘格局，大国对抗的风险也是逐步的在增加，大国之间的这种军备竞赛的风险也不断的陡增，那给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会带来极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除了严厉谴责，拜登还在讲话时承诺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输送了大量各类武器，但并不包括先进的重型装甲和战斗机。不过，这种限制正在逐步被取消。据悉，美国政府正考虑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斗机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但由于存在后勤和训练问题，这一计划可能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另外，美国防部近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弹簧刀600型无人驾驶飞行器。据悉，这份采购合同签署于9月15号，总额为220万美元。此前，美国防部已经签订了向乌克兰提供弹簧刀300型无人驾驶飞行器的合同。弹簧刀由美国航空环境公司研制，在空中发现目标后能够发动自杀式攻击。弹簧刀300型重量仅为2.5公斤，可放在背包内，其在空中巡航时长达15分钟，而更大的600型巡航时间达40分钟。配备的弹头可攻击装甲车辆。美国之前是在外部对俄罗斯进行攻势，包括对乌克兰的军援，包括全面制裁、外交战、信息战、舆论战等等方面。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可能会从内部进行这个对俄罗斯下手，利用俄罗斯的反对党在俄内部社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动乱。对于俄方征兵30万，欧洲方面的反应更为强烈。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就乌克兰核电站的情况进行了会谈。马克龙称，俄方此举是进一步孤立自己的错误行为，他呼吁国际社会对普京施加最大压力，而德国总理舒尔茨则认为这是普京的绝望之举。欧盟正在酝酿新一轮对俄制裁，考虑就涉俄举措表决时取消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以及将更多俄罗斯官员列入制裁名单，扩大对俄经济直接打击范围。预期下周3将公布制裁方案。自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及美国对俄已采取多轮制裁。最严厉的制裁可能会对俄罗斯实行这种2级制裁，也就是说禁止外国公民与俄罗斯进行商业往来。这样的一个制裁的方式并不是没有先例，美国对于伊朗的石油出口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普京电视讲话严厉指责西方对俄核敲诈，而美国总统拜登则在联大讲话中猛批普京核威慑言论莽撞不负责任。那么在您看来，核武选项真的摆上桌面了吗？好的，那么普京的全俄部分动员的讲话呢，至少是释放了这样几重信息：第一，俄方将会把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坚持到底。那么30万再征兵，等于是变相承认俄军前番呢在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受阻承压。那么这也意味着俄方将会把投入到乌克兰的作战军力翻番。那么特别军事行动呢，未来不排除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第二，严厉警告西方，俄将会用包括大杀伤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与人民安全。第三，支持俄控的乌克兰4地举行所谓入俄公投，相关投票本周末起呢就会陆续揭幕。所以现在看来，俄乌冲突双方都有升级冲突、扩大战事的动力。那么就乌克兰而言，在南部以及东部，尤其是哈尔科夫州发动强力反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阻挠公投逆转态势的紧迫感，在于争取国际支持的紧迫感。但是呢，吊诡的是，乌克兰反攻得手，反倒加速了俄罗斯打破现状的态势推进。那么俄方如今强起公投，势必呢又会成为乌军扩大反攻的推进器。那么乌方底线当然是干扰乃至挫败公投，至少呢要争取完全控制这4个州的行政边界。那么同样吊诡的是，美俄也都在拿核威慑在说事儿。普京指责西方搞核敲诈，而拜登呢则反指俄方搞核威胁。按照 CNN 今天的评论标题的说法，普京的核威胁令到全世界直面紧急选项，所谓 an urgent choice， 大有核对抗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那么无论美国亦或是俄罗斯这2个拥有全球最大核武库的大国，对此都很清楚，也不可能不明白，核对抗走不出赢家，核大国互不开战，这呢是公认的国际关系潜规则。